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大家还记得今年 Computex 的时候，掀起了一阵 AEI 旋风，华硕当然也是乘胜追击，带来了一系列新笔电，其中有几台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啊，包括 ROG 推出了搭载 AMD 处理器版本的 Zephyrus G16，而 TUF 系列的新品就是我手上的这台由 ASUS TUF 推出的首款14寸轻薄高效能电竞笔电，它就叫做 TUF Gaming A14。这台我自己看上的地方有2点。第一个是华硕这次的开模非常有诚意啊 ，A14 目前总共有玉铁灰、月光银2个版本，而其中月光银这个版本可以说是 gaming 定位非常少见的银白色之选，并且是真的从头白到底。A 面采用简练的银白金属上盖，最美的是 BC 这2面纯白的外观，在视觉上非常舒服，并且细节也都有到位。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TUF 细节最多的一次，等一下详细来看。对了，目前银白色版本是台湾独卖。第二个是效能规格开得不错，以我手上的这台来说，就搭载了 NVIDIA GeForce RTX 4060的笔电显卡 ，CPU 则是搭配上新登场的 AMD Ryzen AI9 HX 370，记忆体也是开满来到32GB， 搭配1TB 的 PCIe 4.0 SSD， 并且这次萤幕也给得很有诚意，上了一张14寸 2.5K 165Hz 的 IPS LCD。重点在如此的规格之下，一台14寸的效能笔电整机只有 1.46 公斤。作为对比，老款的 Zephyrus G14 大概是 1.7、1.8 公斤。新的 G14 用的是金属，减到 1.5 公斤已经很强了，所以这一台 A14 只要 1.46 公斤，是真的非常舒服啊，很适合同时有高效能和携带需求的朋友，像是学生、上班族要找14寸轻薄高效能笔电，这台绝对是要收入清单的啊。好，我就先讲到这里。究竟 TUF 首款14寸轻薄效能电竞笔电 TUF Gaming A14 的整体表现如何？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首先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我不废话，只讲重点就好。这次新出的 TUF Gaming A14， 我们玩了几周下来，一致认为这应该是整体开模用起来最舒服的一台 TUF， 没有太多花样，但是基础的体验都有顾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看到 A 面，华硕用了整片的银白金属上盖，右上角低调的雷雕 TUF 系列的专属 logo， 边缘的 CNC 收得不错。整个 A 面非常干净简约，不管是在家用、办公室用、学校用都 OK。加上 BC 2面一路白到底，第一观感上真的漂亮。不过 TUF Gaming 比较偏向超值定位嘛，所以整机除了 AD 2面采用铝合金上盖外 ，BC 面都是塑胶用料。不过 C 面的结构强度非常不错，我们实际大力按压。非常稳，不会有松垮垮的感觉。同时，身为 TUF Gaming 的一员，这台同样通过了 MIL STD810H 的美国军规耐用性测试。而在 I/O 上，左侧采用华硕新的方形接孔，在减少厚度的同时，插头是没有分方向的，两面都可以插。接着是一个 HDMI 2.1 的接孔，经过我们实测，最高可以达到 4K 144Hz 以及 8K 60Hz 的画面输出 ，HDMI 还是给的有诚意的。接着，左侧这个 USB-C 接孔是 USB 4的规格，除了支援100瓦的 PD 快速充电外，最高可以达到40 Gbps 的传输速度，同时也支援 DP 影像输出。接着是一个 USB-A， 一个 3.5mm 的耳机接孔。看到右侧，同样是一个 USB-A， 接着是一个最高10 Gbps 的 USB-C 接孔，同样支援 DP 影像输出，但不支援充电。最后一个是 microSD 读卡机，并且是 UHS 2的高速规格，最高可以达到每秒310 MB 的传输速度。整体来说，2个 A， 2个 C， 一个 HDMI 2.1， 对于一般需求来说非常够用。读卡机给的是 microSD 的高速规格，有诚意。加上因为不是纯创作定位，所以整体的接孔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只差如果还能再来个 RJ45 会更好，但等一下我们拆开就知道，应该是没有空间了。接着我们来测一下这台的一大亮点——重量。经过我帮你实测 ，A14 单机只有 1.46 公斤，这个重量真的舒服，不到 1.5 公斤就可以带出去剪片，真的舒爽。加上原厂充电器，其实也才2公斤。不过如果你是出门文书修图，我是建议再带一颗100瓦的氮化镓，其实就很够用了。而在转轴上，上盖同样可以单手开合，小惊喜，继续推。还可以达到180度放平，分享给大家看也更方便。此外，因为散热模组的设计，所以萤幕是在整个 C 面之上的，这台不会有热风吹萤幕或是热量堆积的问题。打开后，我们看到 B 面 ，A14 采用3窄边的设计，
不过下巴因为机身尺寸的关系，所以还有足以放入 ASUS logo 的宽度。不过这次的 logo 采用的是低调的凹痕设计，没有再加过度黑花的亮片设计，低调就是美。顶部镜头同样支援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并且在低光环境之下也能成功解锁。而在萤幕上 ，A14 采用了一块 BOE 供应的 2.5K 解析度、最高165Hz 萤幕更新率的 IPS LCD 雾面防眩光萤幕，反应速度达到3 ms， 并且支援 G-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且也是目前最主流的16:10萤幕比例。16:10的好处就是在编辑 Word、Excel 的垂直面积更大，文书的显示内容更多，拿来看网页也更容易阅读。又或是拿来 Photoshop 修图、Premiere 剪辑，工具列也会直接多一排，在使用上会更舒服。不过 A14 搭载的是一块 sRGB 色域的萤幕，所以华硕并没有额外提供色域切换的功能。不过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里面的 Game Visual 根据游戏场景调整显示模式。而这块萤幕的数据表现，经过帮你实测，可以达到 98.1% 的 sRGB 以及 75.6% 的 DCI-P3 色域覆盖。而在显色色准上，我们实测 sRGB 之下，色彩平均都台 2.76， 色准表现普普，日常游戏够用。但拿来修图有色准需求的朋友，建议要额外校色。而在亮度表现上，我们也实测室内100%显示面积之下，最大亮度可以达到460尼特左右。另外要注意，在电池之下，系统会自动调整最大亮度，达成省电。如果不想要，可以在 Armoury Crate 的首页方格关闭。而在外放上 ，TUF Gaming 采用的是双扬声器的配置，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这组喇叭实测最大音量落在79分贝，片尾也提供外放收音让大家参考。接着我们看到 C 面，这时 A14 的 C 面也很有用心。这组键盘的敲击手感算是薄膜当中相对 Q 弹好打，键程是 1.7mm， 回馈 Q 弹但不硬，属于长久文书也舒服的手感，拿来打稿打报告很 OK。另外好用的顶部4个快捷键这台也有，调整音量，开会时快速关闭麦克风，快速打开 Armoury Crate 都很顺手。另外还有3个好用的按键 ，F5 可以快速调整效能模式，F6 按一下就可以快速截图，F11马上关闭萤幕，这个按键可以说是非常实用。另外身为 AIPC 的一员，这台当然有 Copilot 按键，不过方向键就是半高设计了，没有惊喜。另外这台触控板的面积也是塞好塞满，大面积触控板就是好用。重点是这块玻璃触控板的滑顺度表现很好，回馈感则相对常规。以下也提供一段键盘收音给大家参考。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次的键盘看上去虽然是普通的全区白色背光，不过实际上它是 Mini LED 的键盘背光，所以这应该可以说是我玩过数一数二均匀的白色背光键盘，并且色温调得非常漂亮，跟 C 面全白的设计很搭，不会有过度偏冷的廉价感。这次的键盘和触控板都开得很不错，大家到时候记得到现场打一打。另外 C 面华硕也用上了比较粗的 coating， 所以也不太会留下油污。接着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吧。这次的 TUF Gaming A14 算是 TUF 系列比较高定位的机种，从 Ryzen 7 8845HS 搭配 RTX 4050的版本开始，开价最低41999，接着是 AI9HX 370加 RTX 4050 47999，一直到最顶的 AI9HX 370加 RTX 4060的版本，开价53999，算是 TUF 比较高价位的产品。但整体开价以14寸高效能定位的机种来说，还是保有 TUF 过往相对平价的定位。而我们这次接到的就是 TUF Gaming A14 的顶规 Ryzen AI9 加 RTX 4060的最高版本。不过如果你的效能需求没有到这么高，其实入门版的 Ryzen 7 8845HS 加 RTX 4050这个版本也值得留意。接着我们就把机器拆开来看内部细节。地面采用金属材料，可以看到上排有一整条的垫高脚垫，并且两侧还有小脚垫，将上方的出风口隔离，避免热风再次被吸进机身内部。底部的进气开孔也有防尘网覆盖。我们手上的版本 GPU 部分采用的是表现没话说的 NVIDIA GeForce RTX 4060笔电显卡，拥有233 AirTops 的算力，在 Dynamic Boost 之下，最高可以达到100瓦的最大瓦数，
但还是会受限于整机110瓦的 TDP。CPU 则是搭配上新登场的 AMD Ryzen AI9 HX370 处理器，内部排列非常紧凑。记忆体没意外的当 onboard 的设计，采用 LPDDR5X， 总共32GB 的 RAM。不过 SSD 有点惊喜，这台居然给了2条的 M.2 插槽，以14寸机型来说非常罕见。预载的是一条 1TB PCIe 4.0 规格的 WD-SN560， 直色循序读取5009，写入3008 MB/s。比较特别的是，这台的 SSD 表面覆盖一张散热片，外面再包裹一层，甚至底部还加了导热垫，可以说是高规格待遇啊。右边这里翻起来就是另一条 M.2 的位置，入手后可以再自行扩充。网卡上采用的是发哥的 MT7922， 直色可以连接上6 GHz 的 WiFi 6E 网路。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我们首先来测 Cinemark Time Spy。A14 拿下10660分，对比我们先前测过的110瓦以及140瓦满血的 RTX 4060，事实上只跟100瓦的 A14 只有不到 2% 的效能差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4050、4060、4070这3张卡真的不用刻意追求140瓦满血。并且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个100瓦的 RTX 4060，如果我们对比 RTX 30系列，甚至比我们先前测过的90瓦 RTX 3080 Ti 还强了 7.9%。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直上 RTX 40系列的原因。另外 A14 同样可以在 Armor Crate 当中开启 Max 独显之连，延迟表现也会来得更低。而如果你是要买来跑输出的朋友，事实上我认为目前对创作者来说，我还是会建议优先选择搭载 NVIDIA 显卡的机种，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 RTX 40系列的效能耗表现本来就很好嘛，这个毋庸置疑。不过真正的重点是在这一波 AI 浪潮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NVIDIA 最强的地方还是整个CUDA 的生态，以及对于整个专业软体产业的号召力。就以影像创作者离不开的 Adobe Premiere Pro、DaVinci Resolve 2大剪辑软体来说就好，这2大剪辑软体几乎在每次 NVIDIA 想要推新的 GPU 加速、AI 加速功能的时候，都会立马跟上。例如在最新的 DaVinci Resolve 19当中，他们就推出了2套重要的 AI 功能，第一个叫做 IntelliTrack， 第二个叫做 Ultra NR。IntelliTrack 主要用于画面追踪相关的功能，例如 AI 画面稳定、2D、3D 的物件追踪等等。而 Ultra NR 则是可以透过 AI 运算减少空间杂讯。这2套 AI 驱动的新功能都是相容于 NVIDIA 独显的。此外，在最新的 DaVinci Resolve 19当中，整套软体都已经针对 NVIDIA 的 Tensor RT 进行最佳化，在需要 GPU 加速、FX 的场景都可以调用 NVIDIA 的显卡加速运算。而 Adobe 阵营就更不用说了，光是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 几乎就完全离不开 CUDA 专属的 GPU 加速。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如果你想早点把影片梳好，早点睡觉，那你就离不开 NVIDIA。另外，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NVIDIA 推出的软体，叫做 Chat RTX。身为 NVIDIA 家的一份子 ，A14 同样可以运行 Chat RTX。这是一套可以客制化的离线 AI 语音模型，其中最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丢指定的文件喂给 Chat RTX。例如我这边直接示范，现在这就是 Chat RTX 的界面。左边这边先选语言模型，中文的话就选 ChatGOM 这一个，英文就选第一个 Mistral 7B。选好之后，我们点右边这个数据资料，这边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你要读取哪一个资料夹，然后我这边就把 A14 的脚本放进 Chat RTX 可以读取的资料夹里面，然后按下更新资料库。没错，现在 Chat RTX 就可以根据你提供的文件资料回答你的问题咯。先来牛刀小试一下，帮你手上的 A14 采用的是哪一个型号的 NVIDIA 独显？没错 ，RTX 4060，回答正确。那这台笔电有多少 GB 的 RAM 呢？32GB， 回答正确。用50个字介绍 Tough Gaming A14 的笔电特色。哎呀，介绍的比我还好啊！而且这个 Chat RTX 它是可以同时读取好几份文件的，回答的下面也会告诉你是出自哪一个文件当中，所以你可以把收集下来的资料都喂给 Chat RTX， 拿来写 paper 整理重点都是非常好用的。接着我们看到 CPU 部分。Tough Gaming A14 搭载的是 AMD 新登场的 Ryzen AI9 HX370，采用全新架构，采用全新4个 Zen 5加8个 Zen 5C 组成12核心24直营序的架构，采用台积电4奈米 FinFET 供应所打造，并且身为 AIPC 的一员 HX370 也内建了50 AI TOPS 的 NPU， 从工作管理员里面就可以看到。不过这台架构有延迟较高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也来测一下游戏实际表现。而在散热上 ，A14 采用左右2颗89片扇叶的双风扇，搭配上3根热管，并且键盘面有进气设计，所以整体是采用上下进气、向后排气的风流设计。比较特别的是，华硕在出风口的位置采用的是间隔比较大的超薄散热鳍片，整个散热模组在极速模式下可以提供110瓦的 TDP， 实际效能表现我们稍后就来测。同时，这2组风扇在极限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落在53分贝左右，整体的噪音控制在合理水准，佩戴耳机没差。但如果是外放游玩的朋友，效能模式的噪音会比较合理。另外可以分享的是，受益于这次 CPU 的能耗表现不错 ，A14 在关闭独显日常文书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安静。在静音模式下，大多时间风扇只会维持低速，甚至完全停转，日常体验很 OK。这边简单跑一下压力测试，在 3D 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中，稳定性达到 97.8%， 全程 GPU 温度平均 82.8 度左右，而 CPU 则是控制在 74.5 度。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最高温落在键盘靠上，达到 44.6 度。不过受益于 C 面进风的设计，键盘按压区域的散热表现不错，最高控制在38度以内，表现 OK。接下来我们也实际来跑几款游戏实测。首先，我们直接来测笔电端效能测试指标 Cyberpunk 2077 A14 的效能释放其实非常强劲啊，在 2K 之下，你可以放心选到极高画质。接着我们到设定中打开 DLSS， 这时候的平均帧数就可以来到平均79 FPS。如果想要追求帧数的朋友，在 Full HD 极高画质之下，就算不开 DLSS 也毫无压力，可以达到平均73 FPS。打开 DLSS 后，可以直接来到88 FPS。接着我们开启光追，测 Full HD 极高光追，不开 DLSS 之下平均30 FPS， 所以要开光追就建议打开 DLSS。打开后直接来到平均69 FPS， 即使开到 2K 极高光追，在打开 DLSS 之下也可以达到顺玩的50 FPS。接着来测 Forza 5，在 2K 极端画质之下，不开 DLSS 就有平均68 FPS 的表现，打开 DLSS 平均76 FPS。此外，身为 NVIDIA 家的显卡，你还可以再开启帧数生成的功能，这时候就可以达到平均78 FPS， 2K 完全顺跑没有问题。接着测鬼线东京，不开光追之下，直接选 2K 最高的电影级画质，平均74.7 FPS。打开 DLSS 之后，更是可以达到平均143.7 FPS。如果我要开光追，那就建议预设打开 DLSS， 可以直接选 2K 电影级高光追。在不开 DLSS 之下，平均落在 36.8 FPS。打开 DLSS 后，就可以达到顺跑的平均 85.2 FPS。最后来测一下最近很热的黑神话悟空可以跑到什么表现呢？经过我们实测，如果是追求帧数的话，可以选择 Full HD 影视级画质，并且搭配 DLSS 以及帧数生成。在这个模式之下，可以达到平均66 FPS。而如果想要开光追的朋友，建议选择 Full HD 超高画质中光追，并且开启 DLSS 加帧数生成。在 DLSS 3的加持之下，平均帧数可以来到平均82 FPS 顺跑的表现。整体的游戏效能符合我们对 RTX 4060的期待。续航力部分 ，A14 采用73瓦时的电池，以同级14寸来说也算是塞满了。在 PCMark 10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最终拿下8小时59分的成绩。在续航力表现上，以效能笔电来说是前段的表现。如果是在外文书使用，我建议可以调整几个设定延长续航力。首先，将显卡选择省电模式，关闭独显。Windows 效能模式选择最佳电源效率。目前实际用下来，比较重度的文书也有5到6小时以上的表现，所以断断续续使用1天是 OK 的。如果真的要在外文书一整天，可以搭配1颗小尺寸的100瓦 PD 充电器就完全够用了。而在充电测试中，半小时顺充56%，1个小时充89%，最后10%则是进入到慢速充电保护电池，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39分。最后帮你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啦。整体来说 ，A14 电竞笔电的定位非常明确，轻薄机身、便携设计，以及14寸同级之下很好的效能输出，并且整体的开模、规格、用料也都很有诚意，包括手感算好的键盘、滑顺度不错的玻璃触控板、HDMI 2.1的接孔、纯白的机身设计，还有亮度很够而且很均匀的白色键盘背光。
内部甚至给了2条的 M.2 SSD 插槽，都是这次开模有诚意的地方，基础体验有顾好。同时 RTX 4060搭配上 Ryzen AI9 HX 370这套组合，在效能表现上本来就不用多说，而且还受益于 CPU 和 GPU 的能耗表现都很好，所以在日常使用之下 A14 的风扇基本上都能维持低速甚至完全停转，使用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并且在需要效能的时候，也可以几乎发挥 RTX 4060的所有效能潜力。不过在风扇模式中，极限模式下的风扇噪音较大，一般建议选到效能模式就好。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别忘了这台在塞了一堆规格后，整机重量只有 1.46 公斤啊，重量控制很好。不过依照惯例，还是要来说一说期待。我们目前只有一个敲碗，因为这次的规格和模式是真的开得不错。我只想要敲碗萤幕，目前已经开了一张 2.5K 165Hz， 并且有450尼特最大亮度的萤幕，对于 gaming 来说完全没问题，很够用了。但如果出厂 CCT 或是显色还能稍微校正一下，那这台拿了影像创作设计系的同学可以同时 gaming 文书，还可以剪片修图，马上变成学生的梦幻之选啊！当然，如果还能再上100% DCI P3 色域的萤幕，那就更好啦。其他部分目前都在水准上，我没有太多意见。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